你看到這區域的屋子，對嗎？他們曬衣服的窗口是看着這個墳場的。你為什麼會帶我來到這麼偏僻的地方？以前他們會說，在這裡有一個邪術。大家好，我是 Keith， 我是 Zella， 歡迎回到 SG Most Haunted。那 Zella， 你知道今天我們來到哪裡嗎？不知道哎，我們在哪裡？我們在新加坡某一個地方，是很富裕的地方，你猜得到是哪裡嗎？是在 Blue Line 的对吧？通常有錢人都是住在 Blue Line 的。這樣我要想我是有錢人，因為我不懂 Blue Line 有什麼的。Beauty 啊。OK， 不要講那麼多，我跟你講先。今天我們來到的就是荷蘭村。荷蘭村在這地區，其實在新加坡裡面是比較富裕，也是交通便利的一個地區。我們附近都有很多的這些洋房，還是那些外籍人士，也是有我們的植物園，連烏節路5到10分鐘以內而已。對，那今天我們來到這裡，是因為有些人說荷蘭村對嗎？有一個地方在這裡默默的帶來財氣給這整區的人。所以你知道，我們每次想到 Holland V 都是想到那種美食啊、喝酒，对嗎？对啊，聚會。那今天我來帶你見你的財神，你知道財神在哪嗎？就在這裡。所以我們來到這裡，這個就是雙龍山墳墓。那 Zella， 你有沒有聽說過還是看過這個地方？雖然我住在這附近，但其實我沒有來過這裡。那你連看過都沒有嗎？就是網上看過，因為聽都沒聽過。因為以前對嗎？這裡是有一個MediaCorp 拍的一段戲，就是在這墳場裡面演的。那雖然你們可能看到，其實這裡有很多的這些墓碑，對嗎？但是其實實實在在這裡的屍體埋在這裡的，其實只有12個。那剩下的，對嗎？都是從其他的地方，因為以前這整片都是墳場來的，對，所以他們就會把全部的取出後，再重新埋葬在這裡。雙龍山的歷史其實比這片祖屋早了差不多1個世紀。早在1887年，客家會館就直接向英國政府買下了這塊地，拿來做墳場。全盛時期佔地差不多90英畝。到了1963年，政府要建祖屋，把大部分地都徵收了。會館最後只保留了4.67英畝。你來到這裡的第一個印象，你印象中你會覺得，這裡的感覺是怎麼樣呢？平時來說，我其實是不會看到這麼多墓碑在我面前的，所以來到這裡還是有一點點毛毛的感覺。毛毛啊？那麼多墓碑，這麼多過去的人都埋在這裡，對，還是會有一點雞皮疙瘩的感覺。那你呢？對我來說，我覺得這地方，對嗎？4個字：和氣生財。其實住在這裡的這些本地人，他們也沒有說走過時故意去看這裡面啊，還是什麼，他們也沒有那個好奇心，就是說他們已經很習慣性有這個墳場在這裡了，對嗎？所以現在我們在走的這個地方，對嗎？其實你看到這區域的屋子，對嗎？他們曬衣服的窗口是看着這個墳場的。那Zella，我就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想要問你，你有考慮過買房子嗎？目前還沒有。目前沒有。那其實在這裡，對嗎？以前很多人都會很迷信、很擔當，不想要買這個地區的一個房子，因為畢竟前面就是墳場。那你會考慮嗎？如果這裡的房價便宜一點的話，可能會考慮，因為現在的房子蠻貴。但是我剛剛看了一下，其實
這裡的人我不會說完全不迷信，因為我也是看了很多拜神，就是門前都會掛着燈籠啊，什麼啊都有拜神的。但是不管拜神不拜神還好，沒有人會跟金錢過不去。對，我讓你猜一下，這裡的屋子，我們的攝影團隊做了一個考察，上一次在這裡2025年賣了一個5房，你猜多少？5房 HDB 應該不會太貴，因為在墓園前面嘛。OK。30萬。30萬。30萬。買一個5房，你幾百年前的事情啊。他才在活幾歲？你是在2000年代的嗎？70吧，70萬。70萬，700千。其實也我会說，如果我們講一個行情價，有可能當時真的是有這個70萬的價錢，但是目前145萬，1.45 million。沒想到其實這裡不只是一個墳場，連是一個什麼會館，哇！硬核會館。Keith 身為一個經驗豐富的一個法師，目前你走在這些地方的時候，你對這裡的感受是怎麼樣的呢？就這裡的磁場之類的。我會說的就是，這裡的鬼魂已經跟我們的這個人世界交流了很多，對嗎？然後以我所說那4個字“和氣生財”，他們照着我們，我們照着他們，全部人一起賺錢，好好吃，好好睡。那觀眾朋友們，你們有沒有人住在這裡的附近？因為我聽說在這裡有布了一些風水閣，一個風水陣。那如果在這有一個半月池，還有一個5行石，就是如果你先人埋在這裡，後人一定棒。如果你的祖先是埋在這裡，你今天棒嗎？昨天的10 mil 多多，你有中嗎？讓我知道。Keith， 你為什麼會帶我來到這麼偏僻的地方？帶你來這裡，當然是把你帶去吧。為什麼 ？OK， 其實在這裡，這是老荷蘭街 ，Old Holland Road。在這裡對嗎？我們的前方有一片草原。那以前他們會說，在這裡有一個邪樹，樹枝的樹。那他們會說，這個樹，這塊大個的樹，給你一個很陰森森又很邪靈的感覺。所以今天我們去探索，去找這塊樹。可能會有可能你的財神爺就在那邊。這裡真的有一棵邪樹嗎？舊荷蘭路這塊地荒廢了30多年。根據 Google 的資料，邪樹的傳說就是從這裡在社交媒體上流傳開來的。所以現在我們來到這個草地了。那這個邪樹對嗎？這邪樹其實是在裡面，所以我們需要很努力的去闖的這個深山野林裡面找這個邪樹，就是為了你們。走吧。那我們先探索這裡吧，因為這個樹看起來那麼高，那麼大，千年老樹，有可能就在這裡呢。你有沒有聽過他們說過一個迷信，就是你這樣子造樹，有一個美女會來找你。你最喜歡的啊，不是嗎？今晚我可以讓給你。不要了，不要。那其實，在這個樹下有一個路嘞。對啊，為什麼這裡會突然間有這條鋪好的路啊？這裡都是有錢人，那有錢人就有有錢人的愛好，相信。那有可能他們就是驾那種騎腳車，那種 mountain bikes，或者你看他們這個，來觀眾們看，你們能看到這個嗎？這個就是他們會玩那種遙控的車，遙控車，然後會有可能玩在這裡，remote control cars。要不然就是這個也是人家玩 mountain bike 的時候，他們從山裡面這樣跑，這個就是他們會跳過。這裡，這個在中間哎，不可能吧？這個算樹枝吧？他老了呀。老，這算年輕好嗎？你看他瘦瘦的。
我們這整個草地上，其實說真的，旁邊的樹先別說，但是有一個樹對我是有吸引力，就是那一邊樹。來，觀眾們看一下前面那一個樹，就是在整個草地上唯一一棵樹就在中間。我感覺就是有可能就是在這裡人都騎腳車的時候，都會把這些路開起來，就是為了在這裡。就是這塊樹吧。哦，它還有那個圍欄呢。對，好，觀眾朋友們，我們好像到達這棵樹了，就在那。那麼奇怪，就是這一個樹是 Tree Protection Zone Keep Out，這一個樹就有可能說有一點歷史。來，你小心。其實，我們現在站着的這整片土地，以前也是一座墳場。在這裡被稱為舊荷蘭路之前，通往這裡的這條路原本的名字其實是 Lorong Makam， 意思是墳墓小徑，因為它當年真的是直接通向一座巨大的墳場。通常他們說這種樹啊，通常他們應該會有自己的樹林，是嗎？這個樹雖然他們有他自己的樹林，對嗎？但是樹這個材質，它是跟靈氣其實很容易融入一起。那這個樹就會像是一個 bank vault 一樣，很多的這些靈體都會進去啊，休息在這裡。那你覺得這個樹的這個氣場整體來說是一個怎麼樣的呢？和氣生財，又來。我覺得這個樹裡面，它沒有給我感覺靈氣也好，煞氣也好，沒有一個邪術的一個感覺。因為我們一來到它範圍，如果這個樹成精了、成了妖了，什麼也好，它會給我們法師一種感覺。但是我來到這裡，還是覺得很安寧。那人家說這個樹是一個100年樹，對嗎？還是什麼？但是其實啊，我們的這攝影團隊他們去考察的時候，其實發現在我們的這個 Google Maps 的那個歷史當中裡面，這個樹其實是2009年才出現的哦。根據 Google Earth 的衛星影像，這棵樹其實在2009年之前並不存在。一直到2009年之後，它才第一次以一株小樹苗的樣子出現。根據這份資料，我們可以說，這棵樹的樹齡其實不到30年。那這啦，雖然這裡對嗎？這個樹雖然沒那麼邪，但是其實在這裡有一個更黑暗的歷史。好，這樣你有沒有想，我們來到這裡，其實有很多人來這裡夜跑嘞。對，應該是住在這裡附近的人吧。是的，但是在這個夜跑裡面，其實有一個很黑暗的歷史。在1985年，有一個震驚全國的姦殺案。1985年5月23日凌晨，警方在這條路上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搜索。足足動用了200名警員，只為了找一個失蹤的慢跑者。沒過多久，他們就在草叢裡找到了18歲的 Winifred Teal， 離這條路只有幾步之遙。他被發現時已經遭到強暴和殺害，還被自己的衣物綁住，身上有多處刀傷。他的死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追兇行動。懸賞金額高達5萬元，可是儘管警方盤問了好幾名嫌疑人，始終沒有人被起訴。40多年過去了，這宗案子到現在都還沒偵破。那剛剛你說這裡發生了一個命案，對。那如果說這種地方發生一個未解的命案過後，那個亡靈會還在這裡，就是可能待着嗎？一個人被姦殺過後，他的靈魂會在這此地，所以當時要看有沒有一個法師，招他魂，跟他說要走。那這個女士如果沒有被招魂回來，還是什麼，她有可能會
每天同一樣時間重複這段很卑劣的一個事情，就是他會一直在他的每天這個時間重複啊，那好可憐。對，那我相信如果這個事那時候震驚了全國，我相信他的家庭也會去找一些法師啊來做這個超度啊，還是接引他亡魂這些東西。也是因為我們這裡四面八方都有不一樣的靈體，你要我現在跟你說我能判斷哪一個是他，我也很難做但是40年也過去了，他會不會有可能還在這裡？有可能。那他或者會不會已經被接往到下一個地點了？我也只能希望是如何啦。那你覺得，如果你靠近那個位置的話，你可能還會感受到他那時候那個比較悲傷的那個磁場嗎？就是說，亡靈走了，那剩下的是什麼？磁場嘛。那磁場的話，我們用科學方法來說 ，energy can only be transferred from one kind to another。那如果它的這個某種磁場能量已經被消散了，對，它就不會在那邊待着。那今天在 SG Most Haunted，我們已經探索了荷蘭。那 Zela， 你覺得荷蘭怎麼樣？我覺得住在荷蘭的人比我想象中的還要富有。然後雖然說我們去了比較有趣的一些地方，但我還是覺得這裡挺平靜的，也沒有很毛或者很不舒服的感覺。那你覺得呢？我也同意你的看法。我覺得虽然我們從那個墳場到這裡，然後也是聊了這個命案，我會覺得最重要就是不管什麼時候，今天這一集讓我們想到還是想起生命是多麼的重要。出門記得你們要好好照顧好自己，而且你們看到墳墓，你們有可能感覺怕，但是我看到墳墓是提醒我好好珍惜生命。那大家們，如果你們住在荷蘭的，你們有你們的好故事想要分享，記得留在評論區，或者下一次你們想要我們去哪裡探索，記得留在評論區。好了，大家謝謝你們，拜拜。